王女士，这2名女性，您认识吗？婚礼上见过一次，我没记错的话，她们是徐星的大学同学。就见过那一次？景宽，我知道你想问什么，我也知道徐星和他们2个其中一个可能有一腿，或许2个，无所谓啊，我不在乎。我们是商业联姻，压根儿没有感情。我们从开始就是各玩各的。他在外面搞的那些破事儿，我没兴趣管。王女士，我们请你来呢，不是因为许星，是因为赵文炳。我们在李小茹的手机里边发现了你跟赵文炳偷情的证据，还有你们合伙转移徐星公司资产的证据。您能解释一下吗？你知道林然怀孕，于是怂恿李小茹杀了林然，又指使赵文炳杀了李小茹。我有必要杀人吗？没错，我是出轨赵文炳了，但我不怕徐星知道。说我杀人，你们有证据吗？没有证据就是污蔑。请你不要激动啊，我们只是假设。我冷静不了。你刚说林然怀孕了，是徐星的吧？还有那个李小茹，我知道她是徐星的前女友，也知道她和徐星一直纠缠不清，但我是受害者，你们却怀疑我是凶手。如果您觉得有什么其他嫌疑人的话，可以提供给我们警方，我们警方都会一一查证。再有类似的问话，我会请律师陪同。律师不在的情况下，我一个字都不会说。好，我们尊重你。张局，李小茹案子很可能跟赵文炳、徐星还有王明有关，所以我想尽快申请追查他们3个人的通信记录，找到突破口。我可以批准，不过徐星的身份和背景你是熟悉的，追查他有一定的风险，所以你要尽快破案。另外，我听小翟说这几起案件疑似连环杀人案，怎么样？幕后主使找到了吗？是谁？一个人吗？还没确定，我们还在查。一旦确定，务必第一时间上报，这个事件影响非同小可。明白。我走了。嗯。有一个人先怂恿李小茹杀了林然，又挑拨我和李小茹的关系，逼我杀了他。看来这个人对我们了如指掌啊！难道是熟悉我们关系的大学同学？在忙什么呢？没什么。你怎么把这些翻出来了？徐星打算开个同学会。啊，来，儿子。把牛奶喝了，助眠呢。爸，我有点乳糖不耐受，下回还是买舒化奶吧，也是更适合你们老年人身体。哎呀，什么耐受不耐受的，喝习惯了就好了。你要是有那些穷讲究啊，就赶紧找个媳妇儿。我明天晚上给你安排了个相亲，你记得把时间空出来。行，但是明晚我有一个工作局，可能得晚一会儿的啊。推了，你现在这个工作不过就是在给徐星打工，结婚才是头等大事儿，啊？知道了吧？我准时到。你先走到我去看看，来。这也真是。
年度 B 玩剧本杀死神降临，第3个接受审判的恶人赵文炳。师傅，找到那个假冒的维修工人了。找到了啊，在哪找到的？陈哥找到的。怎么找到的？秋真？电气专家确认，确实是有人在电路系统上做了手脚，而且那款浴缸的电路系统非常复杂，非专业人士很难做到。我去品牌方公司查了一下，确实有人在案发的前一天晚上潜入他们的办公室，偷走了维修手册。虽然那个人很谨慎，戴了口罩还有手套，但是有的头发落在了现场。哇，这么短的头发都能看到啊！你跟秋真好好学一学。是赵文炳吗？是他。我猜啊，2个目的：一呢是为了摆脱自己的嫌疑；第2点，应该是引导我们去怀疑徐星，还有王某。哎呀，这小子智商这么高，犯罪，这案子越来越有意思了啊！嚯！我不喝凉吗？开个玩笑，不好笑。谢谢啊。哎，对了，徐星之前说，这剧本杀里的角色的死亡方式，和林然还有李小茹都对应上了，但在那个剧本杀里面，赵文炳接着徐星，可也都死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下一个是赵文炳？喂，师傅，我按追查到的那个神秘人，先给徐星发了赵文炳的黑料，紧接着赵文炳也收到了审判信息，现在发信息的位置已经确认了。赵文炳有危险，我去找他。你去追一下查信息的人。我跟着他，跟着他。好，机灵点。哎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又跟丢了。早上7点半，他从江城大学出发，带我们去了大学城。紧接着，他又把我们引去旧城区，在旧城区兜了2圈，带了我们去了西港，现在又把我们领到了宁海街道。那他能去的地方，城西工业区。城西工业区，这赵文炳的路线像迷宫一样，你怎么推演出来的？别废话了，现在去，再晚去几分钟，赵文炳就没命了。走，走吧。哎，那人就是。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跑啊！你不是挺能跑的吗？带走，走。姓名：
黄晨，年龄23。来，给我好好说说来，为什么给人发这种短信？我是被骗的，就是几天前有个人加我，说给2000块钱，就是去网吧用电脑给人发个信息。继续说。我当时都没有看短信内容，我以为就是游戏推销。就这点事儿啊？那你跑什么呀？警官，我也不傻呀，那发几条信息就给2000块钱。我当时也觉得是有点什么猫腻儿，但是也没有想到你们这么快就找到我了。你给我严肃点，这是杀人案。什么？杀人？啊，不是警官，我绝对没有杀人啊！我都不认识那些人，我们就是聊过几次天儿，还都是网上联系的。你们去网吧，他刚好把钱给我，然后就把我给删了。来，给我找出来，哪一个？这个，就这个派大星啊？啊，于西人。赵文炳的车，快！这边。救命！警察，快救人！走。先生，进。老板，事情已经办妥了，人已经打过了，车已经调整过了，我们没有留下任何一丝痕迹。知道了。是赵文炳的车，不好，燃起来了！人呢？师傅，师傅，赵文炳的车出事了，但是他没在车上，他早就下车跑了。跑了？啊！这小子逃这么快，看来赵文炳对那个人是怕到极点了。是，我去调查赵文炳的车辆了，发现油路被人动过手脚。秋山，你怎么看？让人先在市里继续追捕赵文炳，我猜他应该还有事没做完，今天不会离开。我们去汽修店看看。走。我还是跟着吧。不用。啊，油路有问题，这不可能啊！没证据，警方还来找你啊？警察同志，这个跟我没关系啊。我那天只是帮他修了个座椅，其他的我可没动啊。动没动？看看监控不就知道了吗？哦，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那天我给他修座椅的时候，我们家小区物业有人给我打电话，说我们家着火了。我当时着急忙慌的就走了，门还没关严呢。结果不知道哪个混蛋给我瞎打电话，说我们家没有着火。对，一定是有人呐，趁我不注意的时候，偷偷进了我的店，动了他的车。监控呢？哎呦，我手机上有。警察同志，现在你相信我说的话了吧？你把这视频拷我一份，回头有需要我再联系你啊。好嘞，我这就给你们拷啊，稍等。你说谁会动赵文炳的车呀？除了那个神秘人，最希望他出事的人，就是徐鑫和王明。
人跟着你了。你这是怎么了？哎，没事没事，听我说，许昕发现我们的事了，他要杀我。杀你？有个人利用李小茹杀了林然，又逼着我杀李小茹，现在又让徐昕过来杀我。我他妈现在才反应过来，他这是逼着我们4个自相残杀呀！你到底在说什么？那人到底是谁啊？还不确定，只是觉得有可能是我大学同学。哎，这个事情回头再跟你解释吧。现在最要紧的是徐昕有可能会杀了你，就算他不动手，也会跟你离婚，再想办法让你净身出户。我们得在徐昕对你下手之前，先想好对策。放心。这个卡牌游戏中，他们4人死亡顺序及方式都和案件吻合。1周前，他们4人相约玩剧本杀游戏。之后，李小茹来到林然家，将林然杀死。我出局，坠亡。接着，李小茹收到了神秘短信，预告她死亡。我出局。溺亡。按照游戏剧本接下来的发展，如果不出意外，那么现在应该是我被虐杀。虐杀，你输了。不对，在游戏开始的时候，我给你下了女巫的毒药，但是你好像一直都没有到解药，所以你也应该翻一张死亡卡。毒杀，我们都输了。这个游戏真正的核心是让我们找到被附身的怪物，但是我们在玩的时候，好像都往往忽略掉这一点。所以这一局真正的赢家是他，发短信的神秘人。你具体说说。我猜测，这个凶手不一定会亲手杀人，但是他对这4个人一定非常了解，想利用他们4个人之间混乱的关系，让他们自相残杀，然后坐收渔翁之利。这林然是坠亡，李小茹是溺亡，但这个赵文炳不是啊，他现在是在逃啊。喂。哦。啊，好。怎么了？刚刚晚安的同事查到，在赵文炳逃跑的时候，接到了一通神秘电话，说让赵文炳换车逃生。那就说得通了。那个怪物想再折磨赵文炳一会儿，想让徐昕和他再斗一斗。是不是徐昕想杀了赵文炳？咱们得好好会会他。
警官，该交代的我都交代了，你们不去查凶手，天天来骚扰我，小心我投诉你们。赵文炳出车祸了，车被人动了手脚，跟你没关系吗？和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他是我公司法务总监，你觉得我会杀他吗？有一件事我想告诉你，他们3个出事前都收到了一条短信，那个短信的内容就是你们玩的剧本杀的广告。那是你们的事儿，和我无关。确实，但我就在想啊，下一个收到短信的人会不会是你？我手下几10个保镖，就算阎王爷来了，我也能把他脑袋拧下来，你信吗？信。哎，你这手办挺好看啊！我让你动我东西了吗？你敢袭警是吗？袭警可是重罪。多少钱？我赔你。这是限量版，你赔不起。哎，这事儿和警队无关啊。你说个数，或者说个条件，我能满足的一定满足。你们都他妈给我！都怪你啊！都怪你！你怎么手那么欠呢？你自己说的啊，跟警局无关。走，小翟，走。消息，我这看半天，你怎么老死心手寸啊？关你屁事！这样，我帮你打，1级抵200，怎么样？行啊，今天晚上你给我打到30级，成交。今天晚上完不成任务，明天早上公安局投诉。哎，喂，多少级了？自己看。我去，我真他妈没想到你打游戏也这么厉害，我服了。现在看着厉害有什么用啊？昨天晚上也死了好几回，正常嘛。在游戏里死正常，但是现实生活里，你我的命可就只有一条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上，走啊！跟我，跟我！你他妈奶我呀！啊！等等，夫人，那2个警察走了吗？走了。拿的什么？水果。怎么拿这种坏的给先生？先生说他吃的东西和喝的东西都必须让我们先尝过，不然我们都得被开除。天天跟神经病似的。去吧。是。来点醋。
你不会给我倒上啊？要演一下东西。你还看呢？你再看下去啊，你这剧本都能背下来了。我要是能背下来，我就去当导演。那你看我们俩演点啥？喂，说。顾队，徐星被杀了。知道了。徐星被杀了。王女士，你老公死了，你就没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？请问顾警官想让我说点什么呢？你觉得有谁能杀他呀？我要知道的话，还需要你们查吗？麻烦警方尽快找到凶手，给我家一个交代。师傅，保姆我问过了，他把切好的水果端着往房间送的时候，是王敏拦住了他，然后训了他一顿。水果应该没什么问题。走了。这船票是？我帮你订的。什么意思？现在特殊情况，你先出去躲躲，等风声过了你再回来。不行，人是我们一起杀的，你必须跟我一起走，要不然你会有危险的。是你杀的。我们之前一起转移到海外的那些钱你留着，就当是你给我帮忙的辛苦费。出去之后别再联系，对你对我都好。王敏，你真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？拜托，感情，我们都是成年人了，别那么幼稚。我们共同的目标已经完成，好聚好散 ，OK。对了，如果被抓，你最好想清楚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。离开船还有10个小时，你尽量跑快些，那些警察可不是好惹的。谢谢。不管你现在在哪儿，现在立马给我滚回来！我不回来，以后就别回来了。好。师傅，审了一晚上，徐星的保镖终于招了。他说是徐星让他假扮成维修工，在赵文炳的车上动了手脚。修车店里监控的那个男人就是他。徐技师，肯定还有猛料。好。喂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顾队，蹲守在赵文炳家的人来电话了，说赵文炳回家了。好，看来秋晨这小子的布局见效了。这些乱七八糟都是什么？
偷人、贪污，你给我解释清楚了！老头子，有话好好说，别着急。我送你上最好的学校，给你找最好的老师，就是要让你走正道，老老实实做人，踏踏实实做事。现在的最懂法的人偷人、贪污、违法乱纪，你就是我赵家的耻辱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！去，把族谱取来，我要把这个不孝子从族谱上除名，我们赵家就没有这样的耻辱。哎呀，赵家人，不当也罢。我走到今天这步都是你们逼的。我要不打死你，我这就不是你爹。我爹，你从来没把我当过你儿子，从小到大，我受够了当你的乖儿子。你清高，你廉洁，你他妈了不起！不是，所以我得处处跟你学，不如都得听你的啊！我得学习好，我得工作强，我还得在你这个领导面前低眉顺眼、听话懂事儿。在你眼里，我从来都不是我自己。爸妈，是你们一步一步把我逼成现在这个样子。报警！报警！把他送公安局！送公安局！晚了。哦，忘了告诉你们，我还杀人了。啊！你说什么？对，我杀人了。你杀人？但是你们听好了，从今往后，我再也不会受你们控制了。我要在你们的手里拿回我自己。这些是你们生我养我的钱，不够你们养老。从今天起，我是死是活，与你们无关。小pier，你回来！你让他回来呀！老头子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有人吗？有人吗？差2分，又没考满分，自己去小黑屋。老师说你有早恋倾向。张文平，哎，周玉，这套可能就是改造李小茹家浴缸的工具。有新发现，瓦安的人破解了赵文炳的电脑，里面有一个加密文件，我打开以后全都是他虐杀流浪猫的视频和照片。打开这张照片，这张图片怎么了？这猫尸体下面裹着的是一件衣服，这上面不仅有猫的血迹，这衣服本身好像也有血迹。把这里放大。
这是个王子吗？这件衣服的主人叫周玉，也是江城大学的学生，还得过这个竞赛的冠军。还有这里，再翻一翻，看看还有没有这只猫的视频。我怀疑啊，这个赵文炳他不仅虐待猫，还霸凌过周玉，而且他会把这些视频还有照片当战利品一样保存。是这个。行了行了，别看了，这家伙也是个心理变态。顾队，你们再去审一下赵文炳，我去再查一下周玉。行，你自己小心点儿。这个是你在李小茹死亡当天进入她家的视频监控，还有这个是你掉落在玉钢品牌方办公室里的毛发。赵文炳，你是个聪明人，也懂法律，你应该很清楚，事到如今，唯有认罪认罚才是你唯一的出路。不要再聪明反被聪明误下去了。别忘了，是我们警方在一直想方设法的救你。还有这个，是你用李小茹的账号购入河豚毒素的记录。你就是用这个谋杀的徐星，是吗？没错，人是我杀的，但给徐星下毒的人不是我，是王敏。但主谋是你。你知道徐星喜欢边打游戏边吃东西，因此你让王敏在他的键盘上涂抹了河豚毒素。河豚毒素的毒性极强，仅仅0.5毫克就可让人死亡。赵文炳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是智商超群？内心当中竟瞧不起任何人，也包括我们警察。但我告诉你，你这次失算了。徐星，你没死。赵文炳，我承认你比我智商高，但是最后，我选择相信警察。游戏里死确实正常，但是现实生活里，你我的命可就只有一条。你什么意思？只要我能活，我愿意配合你们。老师，问您一下周玉在班级里的情况。他在班级里表现怎么样？有没有关系不好的同学？他在班级里表现挺不错的啊，成绩也挺好的，还拿过奖。那您知道他家住在哪里吗？这个我不太清楚哎，但是我知道好像跟他母亲住在一起，而且他母亲身体不太好。老师，我们了解的差不多了。那我们先走了。好的，好的。走吧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喂，师傅，我刚才买包子了。我们询问过徐星等人的大学同学和老师了，得知他们上大学时和一个名叫周玉的同学经常发生冲突。不是冲突，是霸凌。没错，老师的说法是冲突，但实际上呀，我觉得这就是霸凌。他们几个经常欺负周玉，最严重的一次还往他脸上泼了硫酸，导致他毁容。后来他选择了退学，但是他们4个人却成功毕了业。查到周玉的住址了，他一直住在大学附近的白云小区，我正往那边去。好，我们也马上过去。
周玉，你给我站住！站住！没事吧？没事。说，叫什么名？什么名字？杀人？警官，我不过是一个网络公司的技术人员，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杀4个人呢？再说了，你们说我杀人，有证据吗？周玉，这个网关是在你家里搜出来的，你就是用这个给他们4个发的短信。这上面有你的指纹，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？警官，你可能不知道，我不光给人做网络维护啊，还兼职倒卖2手电脑硬件。这个别人在这个硬件上做了什么手脚，或者是违了什么法，我怎么知道？再说了，我只负责倒卖，这个上面有我的指纹很正常。对了，你先出去吧，还扛着呢。我看看，周玉，男30岁，自幼丧父，跟随母亲生活家庭贫困，高中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江城大学法律系。据调查，在校期间因为成绩过于优异，性格内向，遭到徐星、林然、李小茹、赵文炳的嫉妒和霸凌。期间，母亲为解决此事，曾遭徐星4人当着同学的面羞辱并殴打致残，但因为种种原因以私了结束。大3那年被泼硫酸毁容，因此选择了退学。退学后自学黑客技术，从事网吧技术维护工作，期间多次黑入徐星、林然、李小茹、赵文炳以及王敏的电脑，获取这5人的私密信息，等待时机肆意报复。对于你的个人经历，我深表同情，但是这不能是你藐视法律、肆意犯罪的理由。这个电脑里边有你雇佣那个小黄毛发送信息的账号，他已经交代是你通过网络指使他发送死亡预告。还有这些，是我们网安同志找到的你长期监控徐星等人的证据。没错，我不过就是做了个剧本杀游戏，发了几条短信而已。结果他们呢，他们就开始狗咬狗起来了。还有赵文炳家的电梯，是你远程遥控，导致他差点窒息死亡。那又如何？他本来就该死，这一切不过就是他们种下的恶果。你当年遭受霸凌的时候，就应该选择报警，为什么等到现在？报警？警官，报警有用吗？学校也调查处理过他们，可事后呢，我照样被排挤、被羞辱、被霸凌。我这辈子最后悔做的一件事，就是听了我妈妈的话。她觉得读书就能改变命运。我试了，我听话了，我按她说的做，我努力的考上了一所师资很好的大学。可去了之后才发现，我就像是一只闯入狼群的羊。这不该成为你违法犯罪的理由。不该，他们就该死。我妈妈
为了替我去学校出头，被他们从楼上活生生的推了下来。哎，你们拦着我干什么呀？阿姨，你儿子抢了他比赛的第1名啊！你儿子挺有能耐的嘛？怎么可能？我一点都不知道。不知道哎，别废话。阿姨，你要不要好好回去问一下你儿子？妈，你怎么了？妈，真是疼！你们，妈，没事吧？我这就带你去医院吧。身上多处骨折，然后呢？学校让他们赔礼道歉，徐星就拿了10万块，就10万，他就让我妈闭嘴了。可结果呢？我妈没过1年就死了。可再看看他们呐，你再看看他们，他们觉得我家好欺负，更是变本加厉虐待我、伤害我。他们当着我的面虐待我的猫，把我的头按到水池里，他们用硫酸泼我的脸，导致我毁容。他们毁了我的一生，害死了我妈，他们就该死。好了，你冷静点。你当时已经是成年人，你可以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问题，而不是选择错误的方式让自己坠入深渊。邱警官，你觉得我的复仇还算成功吗？那个网关和 SD 卡里面有我留给你的东西。我们不会停止复仇的。秋晨，恭喜你成功通过了我的3个考验。我将告诉你我的下一个目标，不过文件会在1秒后自动销毁。祝你好运。给我回去！你别拦着我，这是陷阱。如果他真的是清道夫呢？警察不跟罪犯做交易。怎么回事？你们在干什么？啊，我们讨论案情。对，你当我耳朵背听不见是吧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想干什么。有案件不如实上报，后果很严重。张局，我申请重启清道夫案的调查。秋晨，立正。以后的案件，如果再和清道夫案件有相关的线索，你要第一时间上报，由上级组织审查决定你是否需要回避。如果你不上报，并且擅自调查，你将面临纪律处分。张局，他刚刚执行命令。是，出去。顾宇明，哎，滚回你大队长办公室去，离他远点，省得你俩天天给我找事儿。嘿，还有啊，关于重启清道夫案件调查这个事情，你要对秋晨严格保密。他太年轻，我担心他做事冲动。明白，记住了？记住了。去忙吧。哎呦，需要帮忙吗？张局说了，让我离你远点。哪次警告你听过？
别那么多废话，赶紧帮忙啊！你干站着干嘛呀？哎，花，哎呀，哎，这个，得嘞，走了。笨手笨脚，你这什么破箱子呀？你快收拾了啊！哎呦我！清道夫连续作案2起，线索缺失。证据依然缺失，清道夫的作案动机未明。妈，我不去。人一听我是干法医的，吓得掉头就跑了。你总费那劲儿干啥？非凡恋爱学院，得了吧，一听就不靠谱。哎呀，行，我去，行了吧？来，文件。哎，你要去相亲啊？哦呦，你可别提了，我现在根本就不想相亲。理解，我陪你一起去啊。你啊？你也去相亲？我去帮你。你帮我？
行，谢谢师傅。哎，你记住，一会儿我一给你打电话，你马上来救我。放心吧。只许失败，不许成功。哇，今天这个课讲的也太好了吧！是啊，感觉上完课太有收获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你没事吧？哎呀，没事。哎呀，实在抱歉，要不我陪你一杯？不用了，谢谢。这咖啡的味道好独特呀，有一股淡淡的花香味儿。哎，小姐姐，你真有品味，能告诉我哪里买的吗？我随便买的。哦，随便买的呀。小姐姐，你说的随便买的，可是别人花大心思也换不来的高品味。不介意的话，加一个联系方式啊。这咖啡是我买的，要不你加我联系方式吧。哎，不对，你跟着我来相亲有什么目的啊？我能有什么目的？你和顾队平时都只想着查案，难道是这学校有什么线索？我就知道要查什么，需要我配合。你就说要见他们负责人，我再去观察观察，到时候见机行事。小心点啊！谢谢。给我吧。谢谢。哟，还给自己整个蜡像。认识。我妈给我介绍的相亲对象，说什么年轻有为、事业成功。想不到还真有这么个学校。动心了？我还是擅长和心不动的人打交道。这要都是真的话，还真是丑小鸭变白天鹅。没错，我们学校的宗旨就是提升大家的形象气质，帮助你们实现俊男靓女梦，改变你们的人生，让你们人生走向巅峰。二位能有慧眼选择我们学校，那就已经成功一半了。鄙人是这里的校长，这间培训中心是我和吴飞老师共同创建的。别急，我先瞧瞧二位的资质如何。干什么？你放手！报案！报！是刑侦大队的。哎呀，原来是二位警官啊！我还以为你们有何贵干啊？吴校长在哪儿？吴飞，你跟我走吧。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上次讲过的5步陷阱法？好奇、探索、着迷、摧毁、情感虐待。哎，徐老师，这不是他们男神班学的 PUA 吗？我们学它干啥？这些套路都是共通的。所谓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教你们这些是为了让你们更好地理解人性，在感情中掌握主动权，赢得更多的机会，获得你们想要的美好人生。徐老师，记笔记啊。徐老师，这2位警官想找吴校长，你看见他了吗？我今天一天都没看见他，我也正找他呢。等一会儿还有他的课呢。行，李校长，带我们去校长室吧。 2位警官，前面2楼就到吴校长办公室了。他呀，我跟你说，他，哎呀，怎么冒烟了？好像起火了。哎呀，真起火了！哎呀，哎呀，灭火，找人灭火！好，快点！
边仓库着火了，快来人呐，快救火啊！快快，来！快点！这边。这什么味儿啊？是啊，这除了塑料，怎么好像还有一种蛋白质燃烧的味道？所有人离开，不允许围观。好，快！里面人出来，不允许破坏现场。快离开，快！走。秋晨，这有具被割掉五官的尸体。清道夫模仿犯诱导我来这里，难道是为了让我查这个案子，还是另有目的？秋晨，你看看这个，怎么了？死者的下体严重缺失。根据四肢焚烧程度来看，死者身上包裹了一层蜡，但应该不是死于火烧，也不是窒息而亡。哎，顾队，思雨，你这什么体质啊？相个亲都能碰到案子？别说，不是来相亲的，我就是来走个过场。啊，秋晨怎么在这儿？他是来帮我的。帮你？啊，没见他对别人这么热心的。哎，师傅，你看这现场，又是烟，又是火，又是水的，已经不成样子了。你去培训中心问问所有人，看看有没有目击者。是。从天花板上的灼痕来看，这应该不是普通的起火，而更像是爆燃。或许，尸体和这杯假人模特上有某种特殊的化学物质。尸体这里就是起火点。而且，这不是普通的失火，普通的失火不会形成这种。小麦，这不带。师傅，他就是负责搬运假人模特的教学主任，叫徐丽。你好，你们推着这车东西进了仓库，车上除了模特之外就没有其他什么吗？就几个假人模特啊，怎么会着火呢？你没进过仓库吗？没进去，我忙着去上课呢。经过检验，死者确定为培训中心的创始人校长吴飞，但是他的鼻腔和口腔里都没有发现烟灰的吸入，所以可以确定死者是死后被制成了蜡像，然后运进了仓库里。但他真正的死因是下体被利息割断导致的大出血。推算出他这个死亡时间了吗？应该是前天晚上10点到12点。不过因为尸体经过焚烧和搬运，所以推断和实际应该会有一定差距。你们看啊，这个是我在现场拍的照片。这种向上喷射状的灼痕，明显就是氢气爆炸留下的反应。此外，死者周围的积水我也做了检测，除了死者身上包裹的蜡，镁离子的浓度也严重超标。另外啊，我在死者身上还检测出了镁和硝酸钾的混合物。你看，镁粉遇水会产生氢气和热量，而硝酸钾则是助燃剂。所以我推断啊，凶手应该是在尸体上裹住蜡，又裹满了镁粉和硝酸钾，
再利用工人将尸体推入仓库，触发火警，导致喷淋头启动。喷淋头的水跟煤粉产生氢气，遇火源爆燃，毁尸灭迹。因此，凶手应该接触过仓库的火警装置。所以你的结论就是仓库不是第一现场。你那天陪思雨去培训学校，不是为了帮他姐？随你怎么想。你是去查神秘人给你的线索。神秘人的线索只出现了1秒，但是你却记住了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这个案子应该也跟清道夫有关。清道夫死了，你开的枪。我不会让你走你父亲的老路。徐主任，我听李校长说，您不光是这儿的教学主任，之前还当过吴飞的秘书。他创业的时候就跟着在一块儿了，所以我们想了解一下吴飞的情况，能跟我们说说吗？我跟吴飞纯属工作上下级关系，对他的私生活并不了解。你适当回忆一下啊，他有没有一些社会上的仇家，或者说他最近见到一些特别的人，发生一些特殊的事儿？再比如最近跟谁起过什么争执？老李，我拿你当兄弟，你撬我的女人，哼，兄弟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傍上曹文文的下一步就是要把我从学校里踢出去。这又怎么样啊？有本事你弄死我！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前几天我听到吴校长和李校长吵过架。哎，我只是无意间听到的啊，具体的你们还是去问李校长吧。怎么了？鼻子，他的鼻子是真的，不信你们去看。凶手挺嚣张的。你谁呀？为什么在这儿？我是吴飞的女朋友，也是学院的学员。我来这儿，本来是想来缅怀他的，但是没想到。昨天晚上你来过这儿吗？我昨晚也来过，那会儿蜡像还是正常的。你确定？我确定。徐主任，你这个走廊还有办公室有没有监控啊？没有。是李校长，他昨天肯定来过这儿。我记得我进来的时候好像闻到了他的雪茄味儿。二位警官，不好意思，我要先去上课了。怎么了，邱警官？他的嘴是真的。这嘴是真的？这凶手可真变态啊！昨天这个教室上没上过课？上了好几堂呢，但今天只上了1堂课，我们大家都没注意。
这个吴非，他一共有几个这样的蜡像？据我所知，有4个。学校接待处1个，吴非办公室1个，教室1个，他家还有1个。哎，那这些蜡像都是从哪儿来的？知道吗？我好像听他说过，他说早年间交往过一个学美术的女生，那个女生当时爱惨了他，还特意为他学了自制蜡像，但具体是什么人，我就不清楚了。李校长，你昨天晚上偷偷摸摸去吴非办公室干嘛呀？是想把吴非的鼻子割下来装到蜡像里啊？哎呀，冤枉个警官！我去他办公室只是找一份文件，而且我严重晕血，根本做不了这种事儿。那你们吵什么呀？吴非这个他妈白眼了！当初他妈要不是我出钱建立这所培训中心，他能有今天啊？这家伙忘恩负义啊，赚到钱了就想把我踢了。这小子是不地道啊，所以你就把他杀了？不，我没杀人啊，我当然生气，可我犯不着杀人啊！我要是知道他死在了仓库里，我怎么敢带这位警官过去啊？在我们去学校之前，你在哪儿？就在学校啊。在干什么？我在给教职工开会啊。谁可以证明？其他教职工都可以证明啊。前天晚上呢？前天我都不在江城，我回老家了。哎，这个你们可以去查。我们询问了培训中心所有的教职员工，也调查了李校长案发当天的行动轨迹，他没有作案时间，可以暂时排除。像生殖器缺失这种带有极强报复性和羞辱性手段的作案方式，基本上通常偏向于情杀，所以咱们的调查方向要调整，重点调查跟吴非有重大情感纠葛的女性。我已经让小翟把这个名单都列出来，小翟你讲一下。吴非的通讯录和社交平台，光是备注宝贝家名字的就有10几个，而且他还进行了分类。这小子可以啊，他遇害前都接触过谁啊？这是吴非当天的行程记录，他那天一共接触了5个女人，这小子是名副其实的时间管理大师。曹文文是最后一个呀？也不一定。行车记录仪呢，在8年以后就被凶手恶意破坏了，但是上面又没有其他人的指纹。一个不能少，全部都要问。走，是。来说下什么情况？都是成年人，各取所需，随便玩玩喽。他之前说只爱我一个人，这个渣男。我已经和李校长好了，警官。这些事能不能别告诉我老公啊？什么？他死了？不是，他还欠我好多钱呢，警察同志，那还能要回来不？哎呦，你这审得够快的。你那边什么情况？别提了，除了证明他是个时间管理大师，啥线索都没有。看来还是得继续查培训中心内部。蜡像的事有没有可能是这个曹文文贼喊捉贼啊？也有可能，凶手挖走了吴非的眼睛，还割下了他的鼻子、耳朵，还有生殖器。我猜测很有可能会再次行动。
走，分头行动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吴飞那天明明已经跟我约好了，要不是你表里表气的跟他说你生病了，他才不会从我这儿走呢。曹文文，吴飞就算是死了，心也在我这里，你拿什么脸跟我争？也不看看你自己，什么德行？吴飞都把你甩了，你还舔着脸往上贴。要我看呐，你就是没人要的老女人。嘴巴给我放干净点。吴飞的死八成跟你脱不了干系，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？都跟我把嘴闭上！吴飞校长已经走了，警察正在调查，谁要是再敢胡说八道，就给我滚出去！两位警官，这个柜子是我们学员的资料，那个柜子放的是我们教学员的课件和老师的资料，你们随便看。至于吴飞和什么样的女性交往，恐怕多到连他自己都数不过来，我也帮不上你们。你们这是男学员、女学员分开授课呀？对，我们分男神班和女神班，男学员是吴飞在带，女学员主要是我在带。如何打造自己的身份？还能这么操作？网上不是有这么一句热门的话吗？出来混，身份是自己给的。当你扮演某个角色久了，就会朝着他的方向去努力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警官，这叫积极心理学。我们的课程可不忽悠人。什么积极心理学？你这就是给自己虚拟一个身份，然后出去骗人。小翟，咱们是来查案的，不是来评价别人的。没关系，很多学员一开始都这么想，不过在上了一段课之后，自然会发现我们课程的实用之处。哦，如何掌握关系的主动权？哎，师傅，好了，我们看看资料。好，不过等一下我还有课，可能不能陪你们继续看了，你们自便吧。谢谢。啊，对了，刚才那2位女士，能不能让她们跟我来一趟分局，了解一下情况？没问题。师傅，我觉得吧，这不就是给自己打造一个身份，然后对别人实行精神的操控，最终达到骗财骗色的目的吗？这不就是诈骗吗？你怎么这么聪明呢？咱来这干嘛呢？调查杀吴飞的凶手啊。是不是诈骗？慢慢查就能查出来啊。分清自己要干什么。好，拿资料去。曹文文，你跟吴飞什么关系啊？我不是说过了，我是他女朋友。哦，那个苏娜呢？吴飞早就跟他掰了，我才是吴飞的正牌女友，他那叫前任，谁还没个前任？他呀，脸皮厚得很。吴飞明明已经跟他分了，他还一直往上贴，贱得要死。我明白了，你就是因为这个跟他关系不和，不然呢？你恨过吴飞吗？什么意思？你们不会觉得是我杀了吴飞吧？问你什么就答什么。我爱他还来不及，怎么会恨他呢？他呀，又帅又暖，而且每段感情都是处理好了才会进入下一段。据你所知，这个吴飞除了苏娜，还有没有其他女朋友？他不可能和别人有关系。他跟我说过，我是他的真爱，是他的灵魂伴侣，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在意的人。苏娜，我们想问一下，你跟这个吴飞之间是什么情况啊？我们1年前开始交往，中间分分合合了很多次。那你跟这个曹文文之间，我只是正常教学，他跟吴飞在一起之后，就开始针对我。你的手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做饭不小心烫到。
又想案子呢？这个吴非的 PUA 方法里面，有一个叫5步陷阱法：好奇、探索、着迷、摧毁、情感虐待。我估计啊，这个曹文文呢，现在应该是着迷，而那个苏娜，应该就是摧毁，甚至说是可能情感虐待。这个吴非已经死了，曹文文和苏娜还能被他控制？人死了只是肉体消亡，可吴非对他们进行的是精神操控，这个是一直持续的。那你觉得这个线索跟吴非的死有什么关系？我猜测，应该是有人摆脱了吴非对他进行的操控，跳脱出来之后，发现吴非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渣男，所以凶手就是被吴非狠狠伤过的人。放大点。苏娜这不是烫伤，是自残。我错了，我现在每天只吃沙拉，我再也不抽烟喝酒了。每次犯烟瘾的时候，我就会惩罚自己，求求你不要再离开我，没有你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亲爱的，3天后是我们在一起的1周年纪念日，你能不能再过来陪陪我？我想，我们必须做个了断。3天后，那不就是今天吗？不好，苏娜有亲生亲戚。还真让你说中了，人还没死，打120。走，快！喂，120吗？这个女孩自杀了。看来凶手为了混淆视听，动了好几个雕塑。哎呦，真够瘆人的。这么新鲜的菜，别大眼瞪小眼了，赶紧开始干活吧。我眼睛不小啊，你就算眼睛比他大，魅力也没他大。他这都是套路，我靠的是人格魅力。没有外部闯入痕迹，也没有搏斗痕迹。顾队啊，你在外面看看，我进去抽烟。秋晨，这有一封遗书。亲爱的家人、朋友，当你们看到这封信时，我应该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。这是一封遗书，也是一封认罪书。没错，是我杀了吴非，把他做成了蜡像。我有多爱他，就有多恨他。有时我希望从来都不认识他，可有时我又想回到我们初见的那天。他说他对我一见钟情，
他曾说我是女明星，说我是完美的。可在一起之后，他就开始以爱之名改造我，娜娜，控制我。你最近是不是胖了一点点？他总是用关心的口吻说出扎心的话，有意无意的给我制造焦虑，总拉着你陪我。他总是打击我。哎，娜娜，又告诉我只有他才能包容我。是昨天有2个学员渐渐背地里议论你，我变得越来越敏感。真的是当模特的吗？那我还是吃沙拉吧。没关系的，娜娜，我只要你健康，你健康比什么都重要。就算是你变胖了，你变丑了，就算是所有人都忘记了你昔日的风采，我无非会一直记着你在舞台上发光的样子。宝贝，我知道我有很多缺点，谢谢你能够一直包容我。对了，娜娜，还有啊，娜娜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你以后能不能不要再跟你那朋友出去喝酒了？每次我看到你喝醉的样子，我就特别的心痛。你就不能乖乖在家等我吗？我想回家第一时间就看到你。那好吧，以后不去了，我在家等你。吃饭吧。奶奶。吴非，你跟那个曹文到底怎么回事？娜娜，你真的误会了。曹文文家有权有势，能给学校带来很多的资源。我这么做，都是为了你，也是为了咱们的将来。我一直都以为，你才是这个世界上最懂我的人。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对不起，我不该冲你发脾气的。我理解你，你需要更多的陪伴。是我这个做男朋友的没有尽到职责，咱们还是分手吧。反反复复的分手、复合，让我心力交瘁。我好像永远都不够好，而他永远是对的。他总能把一切都变成我的错。这个遗书写的好像是这么回事啊，但我觉得最多也就能证明这个苏娜有杀人动机。她有这个杀人能力吗？没错，吴非身高1.8米，体重160多斤，苏娜那么瘦，很难搬运她的尸体。但有一个疑点啊，我在苏娜的车里还有家里都找到了吴非的痕迹，却没有任何血迹。哎，这确实有点奇怪啊。首先，苏娜有没有把犯罪现场清理的那么干净的这一个能力？就算有，那她为什么要在毁尸灭迹之后又主动认罪呢？这不是自相矛盾吗？小翟终于说对了，我在苏娜家里找到这个，她的日记本。那按照她的习惯，如果是自杀的话，应该会选择手写，所以我猜测，这封遗书应该不是她自己写的，而是有人故意放进去。哎，你的意思是说，有人利用苏娜犯罪？没错，我比对了一下，那个文件还有遗书，纸张、墨点都是一致的。如果真是伪造的话，那个人也在学校内部，而且对吴非还有苏娜特别熟悉。可是我看这情书写的情真意切的，还有很多细节，不像是伪造的。如果那个凶手也被吴非 PUA 过呢？也不是没可能。唉，目前凶器还有吴非的耳朵、生殖器都没有找到。这样吧，先去医院看看苏娜。不，这遗书不是我写的，我不可能杀人，绝对不可能。这哪来的？这是在学校的文件袋里找到的。放遗书的这个人，应该就是你们学校内部的。而且啊，这个人对你还有吴非都特别了解。苏娜，你觉得会是谁？我不知道，我没有怀疑的人，
你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们，我们才有可能抓住凶手。无非还有一个秘密公寓，那是个很偏的小区，他从来不带别人去。那也是他第一次跟我约会的地方，从那之后我就再没去过。地址？嚯，这么好的房子，哎，这吴非可真能金屋藏娇。你是羡慕啊？别看了，你看看这吴非的电脑，查查里边有什么重要线索没有？鼻子、眼睛、嘴巴、耳朵，现在都已经找到了，就差生殖器了。哎，你们快来看！这电脑里存着上百部视频，都是吴非和不同的女性在这间房子里的。别看了，把这电脑拿回去，仔细查一查，说不定凶手就在其中。好。我明白了，去卧室。怎么了？吴非的卧室才是第一现场。这是第一现场？不是吧？这么干净？这么多头发，还不是一种颜色和发质。这个吴非哈还真没少带女人来着。这个床品是新的，上面还带有刚出厂的浆洗味。啊，不对啊，也没有经过洗涤。这很不符合正常生活行为。看来，他想掩盖什么。鲁米诺，凶手虽然清理过现场，但这里还有一些残留的血迹。没错，这就是第一现场。秋人，学校仓库的火警报警装置上的指纹比对的怎么样了？哎，出来了，这谁的？问你话呢。不用查了。什么意思？这指纹是我的。有人将我的指纹覆盖在了火警装置上。指纹比对结果出来了啊，是秋山。怎么可能呢？什么人这么神通广大，能在陈哥眼皮底下偷取走他的指纹，然后覆盖在火警装置上？交换杀夫案、轻杀障案、霸凌复仇案，这几起案件里的凶手，都曾经是受害者。他们作案
既是为了报复曾经的加害者，也是为了揭露那些人的罪恶，证明他们是罪有应得。凶手充当审判者，这和当年的清道夫很像。不同的是，当年的清道夫是亲自作案，现在的凶手是在幕后操纵。不但犯罪手法升级，而且追踪难度也更大。他已经不满足于背后操控，协助作案人消除痕迹，好像更能让他有成就感。他一直在引导我们，让我们相信他的存在。所以他根本没有躲，反而跳出来。因为他很自信，自信自己不会被捉。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去找那个标记了。没错，因为他已经亲自下场了。哎呀，张局，这明显就是个圈套，您看不出来吗？这凶手就想扰乱我们的调查方向。我相信你，也相信秋晨，但是，纪律就是纪律。在指纹的事没有查清之前，秋晨必须回避，这就是规定。规定是死的，这人嘛，宇明，规定是我们的原则，也是我们的底线。我相信秋晨，也相信刑侦大队的每一个人，所以你们要尽快破案，找到凶手，查明真相，这样才能验证你们之前的全部推测。明白。秋晨，张局，你是想来看清道夫案件卷宗的吧？是。不过现在按规定，你还不能进档案室，更不能查阅任何卷宗。张局，可除了查案，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。顾宇明当年被停职的时候，跟你现在说的话是一模一样。别着急，跟我来。好点了吧？今天张局跟我说，在清道夫系列案有一个案发现场，也发现了你的指纹。你也曾被要求停职回避案件，还因为擅自行动受了处罚。张琪这个大贼吧，什么事都跟你说呀。所以我特别理解你，但是纪律就是纪律。我理解张局跟我说这件事的用意，让我牢记要遵守纪律，但是我却想到了另外一件事。什么事儿？我回忆起清道夫案卷宗里有提到，你在那上面说，你是和我爸一起去现场，我也是这么认为的，所以一直在怪你，没有保护好他。但是我却发现了另外一个疑点。又发现什么疑点了？我爸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人，以他的性格，你当时是停职的状态，他不可能带你去现场，所以我推测，他应该是自己一个人去的现场，而你是偷偷跟去的，只可惜晚了一步。你要是真看了那个卷宗，就应该知道，我是跟你爸一起去的。你在那个卷宗里说，是我爸先跑过去和清道夫搏斗的，但是你不知道的是，他那天跟腱炎犯了，根本跑不起来。你那个时候还住校呢，你怎么会知道？我去队医那里查了领药记录，在案发前一天，他刚去领了治跟腱炎的药塞来西。没错，师傅出事那天早上，我才刚被解除停职，也确实不知道师傅跟腱炎犯了。当我赶到的时候，他已经……握住！抓住！抓住我！你师傅！我不行了，没有不行，你抓住我！
师傅。那你为什么不告诉大家呢？师傅办案向来谨慎规范，但这次却只身前往。他要不是着急救安荣，要不就是清道夫跟他提了什么特殊的要求。总之，我相信师傅一定有他的理由。但是我担心外界会误解他，说他冒进贪功，指责他太过冲动。所以你这么做，是为了他的名誉。我确实违规了。我替他谢谢。跟师傅为我做的事相比，这事儿不值一提。那要这么说的话，那个模仿犯可能接触过清道夫吧？看来只有抓到他，才能明白我爸当年究竟查出了什么。对。真相总有大白的一天。是我大意，没想到啊，他这次竟然直接冲我来了。怎么了？灰心啦？我认识的秋晨，可从来不会轻易放弃。当然，我一定会找出他的破绽。吴非的案子，我一定会彻查到底。给我看看，我看看是什么人让我们小陈这么心烦。这位吴非校长看起来是 NPD。NPD？ 自恋型人格障碍。这类人通常是 PUA 大师，典型的特征呢就是夸大自己，贬低别人。另外一个特征就是缺乏共情能力，在处理关系的时候自私而且冷漠。可吴非明明花心还多情，为什么有那么多女人对他趋之若鹜呢？他忽冷忽热的态度就像是毒品，会刺激大脑，让人产生依赖。第二种就是受害人源于童年创伤，那种熟悉的被伤害的感觉，让缺爱的人误以为那是爱。最后一种就是自负，总幻想自己是那个例外，会改变这种男人。思雨，还没什么发现吗？我师傅都要愁死了，这2天都没合过眼了。别吵别吵，快了。这是什么？毛发。毛发？哎，找到了！找到了，在吴非的呼吸道里找到了残留的猫毛碎片，这说明吴非在生前接触过猫或者是养猫的人。可是我询问过接触他的几名女性，她们都说吴非很讨厌猫。曹文文还说，吴非对猫毛过敏，他之前就想过养猫，但是吴非却警告他。你要是养猫就没我。
还真把自己当皇帝了。养不养猫就是他对女朋友的服从性测试。哎，不对，他要是不接触养猫的女性和猫的话，那这根毛发很有可能来自凶手。哎，你说的也对啊，我现在就去排查一下他的社会关系，看看里面有没有养猫的人。快去。喂，思雨。秋晨，按照规定，这件事不应该告诉你，但我想你应该很想知道。吴飞尸体上有新发现，快告诉我。这么说吧，我在死者的呼吸道里发现了猫毛，可他本人不养猫，他最近交往的那些女人也没有养猫的，你明白我意思吧？小心点。谢谢。给我吧。走。思雨，吴飞身边确实有一个人养猫。徐主任，关于吴飞的案子，我们需要你跟我们去趟公安局，了解一些情况。吴飞死亡前一晚你在哪儿？你最后一次见吴飞是在什么时候？我们查到，吴飞名下所有的房产的备用钥匙，你都有一套，为什么？徐丽啊，配合警方调查是公民应尽的义务。吴飞死了，死在自己的公寓里，你可能是他生前最后一个接触过的人。沈哥，来了，沈哥，领导们可算批准你来调查了。快开门吧，我进去看看。他喂的不是猫粮，而是这种自制的猫饭。猫饭？陈哥，你的意思是，想不到那个徐丽那么狡猾，把罪证藏在了猫饭里。把那些装下。好。好像是猫不喜欢这种特制的猫，所以它只能分批次，少量的喂给它们。那这时间都过去这么久了，还
还能剪出来吗？试试吧。好。哎，顾队。哎，史文的事情我已经写上报告，解释清楚了，张局批准我可以继续参与这个案件。就知道你小子闲不住，你回去休息吧。啊，我们审。好。徐丽，我在你们家冰箱冷藏的猫饭里面检测出了人体组织碎片，还在你家猫的排泄物和呕吐物中分离出了未完全消化的组织碎片。这些人体组织样本与死者吴飞的 DNA 序列吻合度99.9%。对，没错，无非是我杀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该死。他玩弄感情，毁掉一个个女孩的人生，凭什么还能心安理得的活着？你不是一直很赞同他的理念吗？我那是装的。苏娜家里那封遗书，应该也是你放的吧？没错，他经历过的，我都经历过。只不过无非这些年 PUA 手段又升级了，所以苏娜比我陷得更深。大4那年，我和初恋男友分手，伤心难过的时候，在网上看到吴飞的信息。他那时还没有开始办学，只是一个情感专家。一开始，他声称可以让我和前任复合，但很快，我就跌入了他精心设计的陷阱。擦擦。哎呀，傻姑娘，不要再为那个渣男流泪了好吗？你这么美，这么可爱，你值得更好的男人。这里呢，将是我吴飞腾飞的起点。这个地方我打算用来做接待处，然后在这儿再放一个你给我做的蜡像，怎么样？你呢，也加入我们一起创业。热恋的时候，他说我是他的真爱，说我是完美的。在一起没多久，他就开始变脸了。他事业成功之后，身边的女人更多，对我就更嫌弃了。丽丽，你怎么可以养猫呢？我早就告诉过你，我最讨厌动物就是猫。我刚搬出去，你就开始胡来了是吧？你把它怎么了？咪咪，咪咪，别找了，我已经把它扔了。吴飞，你是不是不爱我了？你是不是对我腻了？是你想多了，也就我受得了你。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女人最宝贵的东西就是第一次，你把你最宝贵的东西给了你那个渣男前任，一想到这个，我觉得你恶心。从那以后，我开始研究他的恋爱理论，也开始研究心理学。我发现他就是个 NPD， 哪有什么爱情，一切都是 PUA 套路，是情感操纵手段。一开始的赞美和示好叫爱轰炸，之后的贬低和打压叫吹狗哨，总是拿我和别的女人比，叫三角测量。可吴飞却靠着贩卖这种东西赚得盆满钵满，他教的那些人又不知道害了多少人，因此，我决定亲手杀了他，彻底毁了这套体系。于是，你以最后一次温存为由，再一次找上了他。没错，那天晚上，我去了吴飞的秘密公寓，他
对这种免费送上门来的事情，自然是来者不拒。菊丽，我注定不可能被一个人拥有，请你理解。不过今晚，我定会让你有一个永生难忘的体验。我也会让你无法忘记今晚。苏娜的自杀，应该也与你有关吧？你明知道她为情所困，所以你让她来顶罪。是他自己想死，与我无关。我也理解，我还是不敢相信吴非他真的死了吗？是，他死了，你要接受这个事实。不，我接受不了，我宁愿他还活着，他可以不理我，他可以对我很冷漠，但至少我还有希望。傻瓜，你还幻想着能和他复合呢？对，今天是我们1周年的纪念日，我给他挑了礼物，我还准备了晚餐。我想告诉他，我已经瘦了10斤，我戒了烟也戒了酒，我会改掉我所有的坏毛病。可是他已经死了，他再也看不见了。我只希望他没有，我甚至想跟他一起去死。我是不是很蠢？不，亲爱的，我非常理解你，你只是爱得太深了。吴非交往过那么多女人，只有你愿意为他殉情，那说明你对他的爱是最无私、最纯粹的。殉情？他还真是蠢，比我当年还蠢。你自诩正义，其实呢，你早就从受害者变成了加害者，变成了和吴非一样情感操控者。你那些杀人手法和毁尸灭迹的办法，是谁教你的？是有这么一个人，但我也不知道他是谁。不过我大概能猜到他是怎么找上我的。一会儿再听他说的爱吧。你们连这个线索也查到了？没错，就是这个 APP。因为我只在那上面说过我的故事，所以我确定，这个神秘人是通过他来找上我的。这上面还有很多悲惨经历，警官，要不你们也去看看？你很平静啊，似乎早就做好了被抓的准备。对，我的目标就是杀了吴非，毁了他的组织，而我们也会因为我的事情而发扬光大。我们？你是说清道夫？当你凝视深渊时，深渊也在凝视着你。那个清道夫模仿犯已经不满足于幕后操控，开始亲自下场。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怎么做，是我的事儿。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这件事当然也和我有关。我爸当年为了抓捕清道夫，已经付出了生命，现在又有一个模仿犯，我穿着这身警服，就应该把他绳之以法。跟我来。
张局，好，人都到齐了，我来宣布上级命令：从分局抽调精干警力，组成清道夫专案组。这位是省厅派来的专家，配合我们一起工作，由我来担任本次专案组组长，顾宇明担任本次专案组的副组长。秋晨，说一下你的办案思路。我老公就是个变态，真希望他出门被车撞死。我老公天天打我女儿，我该怎么办？姐妹们，千万不要闪婚，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对方是人是鬼。我被性侵了，还险些被杀，我很想忘掉这些可怕的事，可我怎么也忘不掉。霸凌别人的人都该去死。NPD 才是最该死的。这就是我的办案思路。爸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顾队，那个 app 查的怎么样了？什么 app？一款叫“听他说”的 app。和幕后模仿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什么联系啊？齐小玲、林小爱、王媛媛还有徐丽，都曾经下载过那款 app。他们都在上面倾诉过自己的过往经历。这个人很有可能是通过这个 app 选取目标。这款 app 的开发和运营都是周玉。我跟师傅审周玉的时候，周玉承认这个 app 是他做的，但他不肯交代清道夫的模仿犯和这个 app 的关联。这上面怎么会有容易的 IP？ 除了 IP， 还有其他指向他的线索。比如情杀张丽宇。秋晨。我就知道你会在这儿。有事吗？安荣又来给你送饭了，你去试探下他，看看有什么突破口。荣姨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，她用那个 app 很正常，不代表她和清道夫就有关系，更不能证明她就是模仿犯。可是他有重大嫌疑。他是我唯一的亲人。那你爸呢？就在这儿，你当初怎么跟我说了？你说这个模仿犯跟清道夫有千丝万缕的联系，只要救出他，真相就会大白。但你别忘了，他也是清道夫案的受害者。他曾经被囚禁了1个月，还亲眼目睹清道夫杀了我爸。你告诉我，一个人的心理究竟要多扭曲，才能成为他最憎恨、最恐惧的那个人？我知道你们感情很深，但我们是警察，办案不能感情用事。你太激动了，等你冷静点再说吧。安荣，你曾是我最看好的学生，可你怎么会误入歧途？荣姨，嘿，小陈你来了。上次你给我带的馄饨啊，全让小翟他们吃了，我一个都没吃到。等你休息的时候，我去你家给你包。
对了，容爷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我加入清道夫专案组了。小翟他们跟我说了，看来局里挺看重你的呀。但是我不管你加入哪儿，我只在乎你身体。你记得按时吃饭，别像你爸似的，一查起案子来就废寝忘食的。又没吃饭，拿糖顶饱呢。说来也挺奇怪的，我原来特别不喜欢这个糖，总觉得有一股药味。但自从我爸去世后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突然就喜欢上了。这个糖还挺提神醒脑的。以前邱老师想戒烟，就经常吃这个糖。我们几个学生也都尝过，味道很特别。哎，容妮，我最近也在看犯罪系列的书，想尝试分析一下这个模仿犯的犯罪动机。你有什么发现？我发现啊，这几个案子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这些凶手曾经都是受害者，而且他们的遭遇啊，也都挺让人同情的。所以我怀疑，这个模仿犯之所以帮助他们，是不是也是因为同情？我相信很多人听完赵文母女的故事，都会同情他们，包括我。我给晴晴做心理疏导的时候，也会带入我是赵文。我会想象，如果我是赵文，我是在多么无助、多么绝望的情况下，才会选择犯罪。其实每次见到晴晴，我心情都挺复杂。要不是我们抓了赵文，他也不会失去他唯一的庇护。他们也都是可怜人，只不过是想反抗，但选择了错误的方式，让自己走上了不归路。你放心吧，晴晴现在还不错，我每周都给她做心理疏导，她这个时间应该快到了。哎，对，还有一个事儿，你说这个模仿犯，他是不是也有一些不想回忆的经历？例如像我们这几个案件一样，家暴、性侵、校园暴力，甚至说是情感虐待。你先看看这本书，心理学上有个术语叫投射性认同。清道夫有可能把自己的一部分投射到了跟他类似受伤害的人身上，这样就可以诱导和指挥别人。研究表明 ，PTSD 患者暴力犯罪率会比普通人更高。安老师，邱总进来了。晴晴，最近怎么样？我很好，这次期中考试我考了全班第1名。那有没有什么想吃的？哥哥带你去吃。我还想吃上次那家拉面。好了，小陈，我先带他进去。没事吧，容爷？没事儿，坐时间长了腿麻了。你在这坐会儿啊。完呀？写完了。
写完了，这么厉害！我看看你拿了几本书来。晴晴，你先自己在这看一会儿书。小陈，你看看办公桌上有没有我的手机。哦，我找一下。这。年纪大了，总爱忘东西，我先过去了。我们已经知道，10年前的清道夫是一名男性，但是我怀疑啊，这个清道夫模仿犯是一名女性。说说你的依据。首先，前3起案件的案发现场都出现了这个女书标识，她似乎不想隐藏自己的性别，当然啊，也不排除有意误导我们。其次，这几个案子的受害者基本上都是以女性为主，男性只有周瑜这个模仿犯，他应该更能共情女性。第三，咱们这几个案子的起源啊，分别是家暴、性侵、校园暴力、情感虐待。受害者呢，基本上都是受过伤的女性，所以我猜测，这个模仿犯极有可能与这些受害者一样，有着相似的经历。晴晴，我每次看到你，都像看到小时候的自己。你知道吗？小时候我也遇到很多不好的事情，但是我也长大了，我可以，你也可以，对不对？真的吗，安老师？我以后也想成为像你这样又漂亮又厉害的大人。我们晴晴本来就很漂亮很聪明，等你长大了，肯定比安老师更优秀更厉害。不，安老师，我没有你说的这么好。晴晴，你要自信一点。你即使不相信自己，也要相信安老师，对不对？求你不要跟我分手，可以吗？你别再纠缠我，我只是无聊玩玩你。我告诉你，男人都是很现实的，不像你满脑子情情爱爱。没爹没娘的玩意儿，装什么清高？姑娘，见过你妈妈吗？我认识你妈妈，我带你去找你妈妈好不好？
这个人不止侵犯过你，据我所知，上个月他刚还侵犯过一个可怜女孩，给你个机会，亲手杀了她。你想让我加入你？没错，你果然很聪明。他不仅伤害了你，这么多年，他不知道伤害了多少跟你一样的孤魂。小陈，你应该认得这个地方，我在这里等你。你一个人过来，我会把一切真相都告诉你。你怎么先上来了？韩荣呢？不知道，我就比你早来了一步。看来他是跑了。走，赶紧通知队里，实施抓捕。邱老师，你终于来救我了。韩柔，到了现在，还要继续演下去吗？你已经走上了犯罪道路。安柔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我只是想活着，我只是在维护我建立的正义，这些有错吗？你到现在还执迷不悟吗？啊！法律就是底线，任何人不能凌驾在法律之上。安柔，回头吧，现在去自首还来得及啊！我是在主持公道，邱老师。邱老师，不然你加入我们吧，邱老师。你无药可救了，跟我回去。邱老师，不要！邱老师，邱老师，不要再打了，不要，邱老师。你自己做选择吧。放手，
安柔，不能走，你不能一次错了再错了，你必须去自首。你既然不愿意加入，你就放手。走，安柔，别逃了，去自首。对不起，邱老师，我不是故意要害你，我已经没有回头路了。爸，这里曾经到底发生过什么？容姨真的跟清道夫有关吗？小陈，别再往前走了。容姨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小陈，你是个聪明的孩子，难道你不知道我要干什么吗？你想让我成为清道夫？这里是清道夫的终点，也是我走上这条路的起点。但是你应该也知道了，我患上渐冻症，时日不多了。小陈，你今天到这儿来，是为了抓我，还是帮我？顾一鸣，你一个人走进来，工厂内外我都装了炸弹，让外面的人别乱动。都别动，有炸弹，明白吗？没我的命令，谁都别动。你来干什么？为什么答应我？我要是告诉你，我还能见到容姨吗？安荣，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邱老师说过，法律就是底线，没有人能凌驾于法律之上，你忘了吗？法律？你跟我提法律？王媛媛、齐小玲、赵文母女被家暴的时候，法律在哪儿？林小爱、杨小梅被性侵的时候，法律又在哪儿？周日被霸凌的时候，法律在哪儿？那些女孩被渣男情感操纵的时候，法律在哪儿？
遭遇这些的时候，法律在哪儿？法律？你跟我提法律？容易，我能理解你的感受。或许你和他们有着一样的经历，也曾陷入过无人帮助的境地，所以你要用你的方式去帮助那些弱者，维护正义。我说的对吗？小陈，我就知道你能懂我。你父亲太迂腐了，可是你不一样，你破案的手法，你共情的能力都在他之上，你应该超越他。你应该成为一个真正的审判者，而不是所谓的法律和正义的走狗。安荣，你疯了！你想让秋晨也加入清道夫吗？顾一鸣，你跟你师父一样无。你别忘了，你当时明明有时间救邱老师，但是你没有。邱老师死在你的手里，你就不应该活着，你也应该死。容易，给我出来！容易，我加入清道夫。那你就杀了顾雨明，表明你的决心。秋人，别上当！你要是走错了路，可就回不了头了。小陈，你已经回不了头了。从你打晕顾一鸣拿走他的配枪开始，你已经走上了这条路。你想想，顾一鸣要是活着离开这里，他能反悔吗？你还能继续当警察吗？别乱动！你是想让你的兄弟们给你陪葬吗？看来我今天是要死在这儿了，就跟当年邱队一样。顾雨明，你闭嘴！小陈，我才给你1分钟时间，如果你不杀了他，我立刻引爆炸弹，杀了外面所有人。郭队，换作是你，你怎么选？换作是我根本不会来这儿。我不跟犯罪嫌疑人做交易，这是我和荣一之间的事，与你无关。把枪给我，这是命令。你还想命令？你的命令救得了外面那些兄弟吗？别忘了你是个警察，别忘了你爸是怎么死的。闭嘴！你不配提他。好啊，打死我，打死我！就成为他这样的垃圾，永远躲在黑暗中，见不得光，相信蟑螂。秋晨，恭喜你！恭喜你完成了成为清道夫的第1步。杀死顾一鸣只是你的第1关，现在才是你的最终考验。我已经杀了顾雨明，还不能证明我想加入清道夫的决心吗？你刚才杀人，是因为形势所迫，或者说，是被我逼的。但我想要的，是你发自内心做出你的选择。
清道夫真正的使命不是杀人，而是审判罪人。你还想让我审判谁？我10年前我就应该被审判，因为杀死你父亲的其实是我。我一直在等待着，等你加入清道夫，等你来审判我。为什么会是你？我从来没有想过去杀邱老师。我本想着让他加入清道夫，我的法律和正义都是他教给我的，我以为我们是同一种人，但是我错了。他让我自首，就在这儿，他拿手铐要把我铐起来，我情急之下，我只能把他推了下去。为什么？你告诉我为什么？任何人只要伤害到了别人，就应该被审判，包括清道夫本人。丫鬟呀，以血还血，所以该审判的人是你。对，小陈，就是这样。清道夫面对有罪之人的时候不会心软。你已经杀了顾伟明，你已经没有退路了。闭嘴！闭嘴！不要再说了！你愤怒了，你就应该愤怒。这是每一个加入清道夫必须要过的心理关，也是最难的一关。只有纯粹的正义之心，在审判罪人的时候才不会心慈手软。小陈，来吧，审判开始。呀！像娇子的，你跟你爸一样让我失望，你不该骗我。我一直拿你当亲人，你却拿我当一颗棋子。清道夫的位置就应该由你继承。清道夫只是杀人犯的代名词。杀人是为了正义，正义还是不正义，法律说了算。法律？去他妈的法律！打手！炸弹已经被拆除了，这回你跑不了了。那你们也太小瞧我了。追！我俩演得这么好，还是没骗我的。他没有亲友，你觉得他会跑哪儿去？他说晴晴的经历和他很像，而且一直把她当女儿。我觉得他走之前会去见晴晴。不行，我得马上派人盯着晴晴。老师再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注意安全啊，拜拜。哎，喂，李老师，晴晴放学了吗？啊，没看到啊。啊，好，看到了。下车！我帮你跟老师请了个假，明天带你去玩好不好？嗯，安老师，我们玩什么呀？玩，你玩过剧本杀吗？没有。剧本杀是什么？家我们吃什么？你去里面找一下。
喂，师傅，我把晴晴跟丢了。是。张局，师傅，市局报案中心刚刚收到了一条链接，来看。是晴晴，都怪我。秋山早就想到安仁会带走晴晴，我昨晚一直在校门口盯着，我没想到他能在我眼皮子底下把晴晴带走了。太嚣张了！你们看看，这是对我们警察乃至整个司法系统赤裸裸的挑衅。如果我们抓不住他，我们对得起我们身上这身警服吗？对得起党和人民对我们的信任吗？快去追踪信息来源。师傅，我已经查过了，信号经过了10几个国家的代理服务器，我根本查不到源头。继续查呀！这画面也看不出什么。把音轨降噪，把音频剥离出来。过滤掉呼吸声，背景音增强，大家安静。这是什么？噪音吗？大型机械。不是机器。每次震动间隔的时间大概是7分钟。7分钟。我市地铁2号线平峰西是7分钟。张局，根据这个震动频率，人质应该就在地铁2号线联系。2号线太长了，范围太广了。重新分析音频，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声音，除了地铁的声音，任何声音都行。已经做过降噪了，现在背景的杂音很干净，除了地铁的声音，其他基本都是杂波。放大杂波，分析模型。戴上耳机，把所有的声音都分辨出来。是滴水声。有一段很微弱的、频率固定的滴水声，每3秒一次。我市地铁2号线有没有常年渗水的记录？找到了，2号线 K17号隧道，5年前因为地面施工破坏了防水层，常年有地下渗水现象。维修报告显示是已经废弃的红星机械厂2号车间的地下泵房。同志们，对方要和我们玩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，他以为他是猫，但我们才是猎人。顾一鸣，到，你马上带人到红星机械厂2号车间的地下泵房，快！是，张局，我申请和顾队一起。我了解情形，能够快速的完成搜救工作。好，走。
还有吗？你要喝可乐呀？不行。行，管够拿。你说，师傅，对方发来一段新的监控视频，他把人质转移到了另一个地方。我把视频发给秋神。小翟，让专家放大画面，进行锐化和分析。这种均匀细腻的粉末，还有这些瓷砖断面的切割痕迹，是典型的陶瓷加工厂产生的粉质。那就是说，青青可能被关在瓷砖仓库，要不就是卖瓷砖的地方，或者说是一个废弃的瓷砖切割厂。这种工业环境下，墙壁最容易积满这种特制的陶瓷粉尘，而且那个标志很有可能来自切割设备，或者说是搬运工具。范围太大，能不能缩小范围？小翟，放大那个标志，再做一次图像增强，尝试匹配所有在城东区注册过的相关企业还有加工厂，包括已经注册报废的。这个技术组刚才试过了，数据库里没有完全匹配的。那就查老旧的工商档案，查产业园区的变迁记录，还有标志有磨损，很有可能是很多年前的老厂房。把这片区域所有相关企业资料都调集出来，越详细越好。然后和秋晨的分析做比对，进一步缩小侦查范围。张局，查到了，那个标志属于一家名叫海丰的瓷砖切割厂，在12年前就已经倒闭清算了。我还是觉得他有其他的目的，他可能不是真的想绑架邢青。那你觉得他到底想干什么？为自己逃跑争取时间。晴晴呢？不用找了，晴晴应该不在这儿。他竟然真的想杀我！他早不是我们认识那个安柔了。喂，小翟。好，我现在看。光线这么昏暗，而且还有频闪，应该是老式钠灯，现在市区很少用，要么就是老厂房、老仓库，他说不定在哪个废弃的仓库里。你看，这种木板隔间，很像是用来堆放废旧电器的地方。还有这些白色碎屑，应该就是洗衣机外壳破碎后留下的塑料外壳。还有这些划痕，应该是废电箱拖拽的痕迹。小翟，陈哥，调查显示，这片区的好几家二手家电回收站都已经关停了。既然是用老式钠灯，那就从最老的一家回收站开始调查。飞马二手家电厂，他们还在用老式电路，能够匹配高压钠灯。张局，对方发来了9个视频，快打开。
这些是安荣提前做好的假视频，目的就是迷惑我们转移警力，给自己的逃亡争取更多时间。师傅，那晴晴到底在哪儿？你再打电话给学校问问。喂，李老师，张晴晴现在在学校吗？什么？已经被送回学校了？你怎么找到这儿的？还记得听他说那个 app 吗？那个 app 不仅是你选取目标的工具，更是你的人脉资源。不对，后边停。什么？后边停，那边我就不去了。你不去了？你们去找晴晴，我还觉得她要跑。为什么？陆路关卡重重，空中管制严格，我们都已经派人去了。他应该会选最传统、隐蔽的方式，而且他一直在把我们往成功的工业区引，所以我觉得他很有可能去诚信码头。诚信码头那么多，你怎么找啊？江城共有7个码头，其中2个是大型商贸港，监控严密；另外5个是老旧渔港和私人游艇码头。管理相对松散。小翟，你让技术人员交叉对比2批数据。第一批是听他说 app 当中所有的职业与船、渔业、航运还有码头管理有关的。第2批是24小时内所有的个人游艇、私人码头有非正常报备和活动异常。对，就这2批。哎，陈哥，有一个匹配项，一个名叫李红的渔船船主，曾是听他说的用户。西港区的港口监控显示，他的货船在今天傍晚卸完货后，没有像往常一样回港固定停泊，而是反常的移动到了监控盲区的7号废弃泊位。那我去了。安全第一。你也注意安全。保护好自己。王爷，别跑了，回头是岸。秋晨，我得了渐冻症，活不了多久了。我只是想找个地方安安静静的等死，这都不行吗？你为什么还要拼？第一，你没有得渐冻症，那些病历还有诊断书都是你伪造的。第二，你也不会安静等死，你想去境外继续发展你的清道夫事业，你已经取得了外国国籍。一旦让你逃到公海，我们抓捕的难度就更大了。我可以告诉你，现在所有的港口都已经被我们警方封锁，你跑不了了。是吗？那如果我拿你当人质，总能逼他们开出一条路吧？我可以告诉你，现在所有的港口都已经被我们警方封锁，你跑不了了。是吗？那如果我拿你当人质，总能逼他们开出一条路吧？你太让人伤心。你看看脚下。你干的？没错。你为了抓我，拿自己的命当赌注。对你来说这是赌注，但对我来说不是。我在化工厂就可以杀了你们，但是我没有。你为什么步步紧逼，就是不肯放过我？容姨，别忘了，就在今晚，你在海丰公司设下陷阱，想要杀我。那是想给你个教训，让你不要再执着了。我和你不一样，我不会让自己被仇恨的。我之所以这么做，是因为我的职责，
职责。你知不知道，如果一会儿这个船沉了，我们都会死在这儿。我当然知道，但如果让你跑了，会有更多的人因你而死。宁愿和你一起死，我也不会让你逃脱。真是天道好轮回呀！你知不知道，你现在这个样子，跟你爸当年一模一样。如果当时他肯放过我，我就不会把他推下去。你还配提我爸？我爸当年没有完成的事，我会继续做。但你一定要接受法律的制裁。那就死在这儿。我死在这儿，总比接受你所谓的法律制裁要好。你分析的没错，我确实是在听他说 App 上筛选目标，除了已经实施的几个案子，我还给68个人做了完美的复仇计划。即使我死了，剩下的这些人还会继续复仇。我们会尽全力阻止犯罪发生，即便阻止不了，我们也会将所有的罪犯绳之以法。小陈，你和你爸比起来，你简直青出于蓝，而胜于蓝。但是太可惜了，你们都不想加入清道夫。我很好奇，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？毕竟你隐藏的这么好。王屋村碎尸案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开始怀疑你了。我们调查了从青纱帐里挖出的那2具骸骨，检测出其中一个女孩是一个孤儿，在江城福利院长大。考上大学后，有一个人曾定期资助他，而那个资助人就是你。那个孩子很好，他很懂得感恩。每逢节假日，他都会给我打电话问候我。所以当他失联3个月的时候，我就意识到他出了意外。我想方设法地调查他的下落。后来他室友告诉我，他去了一个叫王屋村的地方。我到那里没有找到他，但是遇到了逃出来的李招娣，也就是后来的林小爱。救救我！起初我以为只是一个巧合，因为你资助了不止一个孤儿和贫困生，对赵文的女儿也关爱有加。直到那天我们去吃饭，晴晴，你想吃什么？哥哥给你点。我要大份拉面，要多加面、多加肉、多加汤。那不就是2份吗？1份。老板，2份拉面。好嘞。哎，今天作业写了没？写了呀。让我看看。所以就凭这2个小细节，就怀疑我有问题。我走访了你待过的福利院、高中、大学，了解了你过往的一切。这几个案子，一直有一个人在背后操控，所以我们断定，
那个背后策划者，极有可能和凶手有着相似的经历，是一样的。秋晨跟师傅一样，一旦发现疑点，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。当初我把你救回来，我心中就有个疑问：为什么师傅去追查清道夫会牺牲，而你被清道夫绑架了这么久，竟安然无恙？我一直在怀疑你跟清道夫已经达成了某种交易。罗卡丁律曾告诉我，凡是经过，必有痕迹。你自诩为痕迹清道夫，一次次的帮凶手作案，再帮他们抹除痕迹。可你不知道的是，哪怕过去再久，作案手法再隐蔽，也一定会留下痕迹。因为这个世界上就不存在完美的犯罪。我彻底输给你了，小陈。你不是输给了我，是输给了正义。顾雨宁，我想问你最后一个问题。你问吧。我对邱老师付出这么多，他真的没有动过心吗？邱老师，哟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记不记得，有一天下大雨，你给他送馄饨，他没有吃，让你回去，你很伤心。事后我问过他，为什么不能接受你知道他怎么说吗？看电影哈，师傅。邱老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怕你没吃饭，特意给你做了馄饨。韩总，我的心意我明白。不过呢，你还是先回去吧，以后不要来了，我没时间吃饭。啊。可是邱老师，师傅，你要有事的话，改天再看也行。这雨也挺大了，没事，说好看电影，你等一会儿。啊，等着。邱老师，你有时间去跟他们看电影，我没有时间吃我给您做的馄饨吗？安若，安若，我想跟你说，我跟你绝不没有的，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我身上。韩荣，老邱，你给人女孩伤了，不好吧？是啊，你心太狠啊！爸，我要是心不狠，我以后就会伤害她。我什么年龄了，还带着一个孩子，人家呢这么年轻，未来路还长着呢，值得更好的。你懂什么？你懂？就这样吧。他说你很年轻，未来的路很长，他不想耽误你。
刚才说那个孩子懂得感恩，那你呢？你懂得感恩吗？师父到死之前都在想着如何保护你，你却执迷不悟，亲手害死他。什么？保护我？你撒谎！你们都撒谎！他保护的是迂腐的法律，是他的可笑的面子。你们都在撒谎。他怎么可能会保护我？他早就接纳你了，只不过不是以你想要的方式。我和我爸早就把你当家人了。哦，晨晨，来，爸爸，哦，想爸爸了吗？小了，哎呦，那我问问，怎么想的？阿荣，谢谢你啊，帮我照顾晨晨。没事儿，快进去吧。走吧。哎呀妈呀！这该听话了。听话了。祝你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晨晨，许个愿。希望我能一直跟爸爸还有荣姨在一起。最不肯接纳的是你自己。我们都是这破碎世界里的落叶，成群结队跟在后面，吃别人只剩下的。安荣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爸，清道夫的案子破了，不用感谢了。以后我也会好好生活的。来了，哎，你来了，起往里走，来，走往里走，哎，戳我鼻子里的。哎呀，小问题。不是，你们来就来呗，还带这么多东西干什么？我师傅说了，你这有点太素，需要有点态度，不然你会抑郁的。我最有态度。来，星星，帮我们拍个照。快来，快点。对了，秋哥哥，安老师去哪儿了？我想他了。安老师啊，安老师出国了，你长大就能见到他。好吧。3、2、
谢。哎，不错，可以。哎呦，这给我烧的。是不是？你这歇的差不多了，该归队了吧？哦，哎，那68个人查到了吗？68个人排着队等你呢。都排着队等我。哦，那让他们再排一会儿，我再歇几天。不行，别老学我说话。正好到饭点了，走吧，去吃饭。陈哥，一块儿走。不饿呀。那我们就不打扰秋晨了。我家附近刚开了个火锅店，味道还行。什么？这小子要请我们吃饭？我只说味道还行，我可没说要请客。哎，拿钱了没有啊？这是真的吗？你快掐我一下。快少说这个。